好，我是绿莎民药技师。今天这一集是观众许愿的环节，我会分享关于胃食道逆流你应该知道的事情。你有听过胃食道逆流吗？英文叫做 GERD， 有的人念 GERD， 大部分的人都只听过胃痛。可能你有听过这样的新闻哦，年轻人20多岁常常觉得胃胀痛、胀风，但是他们觉得可能是吃太多啊、消化不良啦、喝了酒啦，所以没有去在意，只是去附近的药局买一下胃药来吃。拖着半年过去了，他们才去看医生，结果被验出来是胃癌。没有人想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哦。问题就是胃痛它真的是太普遍了，所以很多人都不以为意。因为我是一名药剂师，再加上我本身也是有胃痛的问题，自己也是有用药，所以还蛮擅长这一方面的。这一期影片会分享什么是胃痛，什么是胃食道逆流和胃癌，但是会比较多注重在胃食道逆流哦，包括什么人群容易得到胃食道逆流和胃食道逆流应该用什么药。胃痛严格来说它是一种症状，不是一个疾病。我们会胃痛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警告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了问题。胃痛的原因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有胃炎比如说吃错东西胃溃疡就是有ulcer，或者就是单纯的一下子吃太多、吃太辣、太刺激，都会引起胃痛。胃食道逆流则是一种疾病，这个疾病是指食道底下跟着胃部那个接口处，这个括约肌呢，它已经松掉了。当我们吞东西的时候，食道和胃部的这个接口处的这个门呢，它会打开，让食物进入胃部。之后呢，它应该要重新的关起来。这样子呢，已经在胃里面的东西，比如说你刚才吃进的食物和胃酸，它才不会反着冲上去。这个门呢，就是括约肌，或者我们叫贲门，就是这个门关不紧，所以胃里面的东西还一直往上跑、往上冲，所以造成好像火烧心的症状。胃癌呢，就是我们的胃部呢已经产生了病变，有肿瘤。胃癌的症状其实还蛮模糊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往往是已经末期了才被诊断出来。但是会有几个让我们要提高警惕，赶快去看医生的症状。除了普通的那种胃痛胃胀风你可能会觉得吃一点点就饱了，或者你的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就是暴瘦，或者大便流血。如果有出现这几样比较危险的症状呢，建议马上去看医生不要再买什么胃药什么疗让医生去排除比较严重的疾病。所以胃痛是一种症状，而胃食道逆流跟胃癌呢，可能都是会以胃痛的形式来呈现出来。但是对于胃食道逆流的患者，他们更倾向形容他们的症状为火烧心。其他胃食道逆流症状包括会觉得嘴巴里面好像有酸苦涩的味道，一直咳嗽不停，还有躺下的时候症状会更严重。所以胃食道逆流患者常常是不能够好好睡一觉了。会有火烧心的感觉呢，不一定代表你患上了胃食道逆流。有时候如果我们一下子吃太多，把我们的胃撑大了，就会把这个接口处，就是那个贲门打开，这样子胃里面的东西呢，它就会跑上来，造成这种火烧心的症状。这个时候呢，一般上只是来提醒我们够了，不要再吃东西了。但是你每一个星期都有这种火烧心的状况，而且多过1天的话呢，就有可能是患上了胃食道逆流。也许你的贲门真的是松掉了。我有遇过一个病人他长期都是咳嗽，然后他买了很多的咳嗽药，然后买了很多补肺的产品，因为他看自己这咳嗽不会好。但是他本身也是有火烧心的症状的，就要去检查才发现他的咳嗽其实是火烧心造成的，所以他吃的那些咳嗽药跟那些补肺药呢，是对他没有帮助的。保健品和药物都是要对症下药，然后就是对着根源解除那个根本的原因才是最有效果的，不是那种有吃有保佑啦。那么什么人很容易患上胃食道逆流？其实造成我们的这个食道括约肌松掉的真正原因呢，医学界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相信是跟我们的老化有关，和我们的体重就是过重有关。而且有食道上气的人呢，也很容易患上胃食道逆流。食道上气是什么？英文叫做 hernia。 你看我们的食道本来就是穿过一个孔嘛，然后才连接去我们的胃。
这个胃呢本来是在那个口之下的，在那个洞口之下，但是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啊，肥胖啊还是什么，这个胃部就会被推上去到那个洞上面，这个就是食道上气。比较大的食道上气呢，是有可能引起胃食道逆流的。我的家人呢也是有胃食道逆流，所以医生是很不客气的叫他减肥。因为在超重的情况下，我们腹腔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它会挤压到我们的胃部啊，这样一挤那个胃里面的东西就容易往上跑。我有出过一期关于减重和减肥药的影片，可以按这边看一看。那么胃食道逆流可以吃什么药？考虑到这个片长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今天注重在药物治疗。对于胃食道逆流，我们药物治疗的目的就是舒缓患者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火烧心的症状啊，最好是可以斩草除根，让这个症状不会再来，然后可以改善患者的睡眠品质。打个比方，让他们晚上睡觉睡得比较好。在药局我们可以帮到患者呢，就是使用 Antacid 抗酸剂。Antacid 是 over the counter 的药物，简单来讲就是开架式药物，你不需要医生纸也可以买到。抗酸剂就是一个碱性物质，那碱性跟酸性的东西呢混合在一起呢，就可以中和掉这个胃酸，减少胃酸对于我们食道跟胃部的刺激。常见的抗酸剂有 sodium bicarbonate、aluminum hydroxide、magnesium hydroxide 等等。常见的抗酸剂牌子 Antacid 包括 Evelyn 啊，或者 Hovid 的 MMT， 这些牌子你可能常常在药局看到，尤其是如果你有胃痛、胃食道逆流、火烧心的症状的话，你应该对这些牌子会感到有点熟悉。抗酸剂通常都是在饭后然后有症状的时候服用，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维持的时间很短，可能就1到2个小时。如果你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就代表你一天要喝好几次，或者要吃好几次的 Antacid。对于胃食道逆流的患者来说 ，Antacid 往往是不够的。另外一种成分叫 Alginate 呢，它会和胃酸产生反应，然后会形成一个东西保护层，这样子飘在我们的胃酸上面，形成一个物理性屏障。讲人的话，就是这个 Alginate 它堵住了胃部跟食道的这个入口处。因为被顶住了嘛，胃酸就被冲上去呢。就算胃酸真的是被挤上去食道，这个 Alginate 因为它浮在上面，它会比胃酸更快到达食道，然后会粘在食道上面，形成一个保护层，减少胃酸对食道黏膜的伤害。市面上是有 Alginate 跟 Antacid 的 2-in-1 合在一起的产品，比较出名的牌子有 Gaviscon。如果说你1个星期使用 Antacid 的次数很多，那么你就可以考虑看医生，进行别的治疗。治疗胃食道逆流最主要的方法呢，其实是 Acid Suppressive Therapy， 就是抑制这个胃酸。这个是制酸剂，刚刚那个是抗酸剂，有什么差别哦？抗酸剂是中和已经分泌出来的胃酸嘛，那么制酸剂呢，它就是阻止我们的身体分泌出这样多的胃酸，它就会减少胃酸的产量。很多时候胃食道逆流的患者呢，常常需要配合这2种药物来进行治疗。最常用的药物组别是 Proton Pump Inhibitor， 我们叫 PPI， 因为它是最有效、最强大的抑酸剂。包括 Omeprazole、Pantoprazole， 这些是不同成分常见的牌子。你看一下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啊、家人有没有用这些牌子哦？因为很多人在吃这类药的时候呢，都犯在一个错误。这个药呢，正确的方法是饭前服用，至少要隔吃饭时间半个小时。所以不是每个药都是饭后吃的啊。PPI 的耐受性还不错。然后副作用是比较轻微的，比如说拉肚子、肚子痛或者是头痛。如果你停了这个 PPI， 副作用也会消失。但是现在有研究显示，长期使用 PPI 可能会影响某些营养的吸收，比如说会影响 magnesium。所以有些人会建议长期吃 PPI 的人呢，要补充 magnesium。如果症状比较轻微的话，也可以考虑用促进食道蠕动的药物，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促进食道排出逆流而上的那些胃酸。成分呢有包括 domperidone、etopride、metoclopramide 这些促进食道蠕动的药呢，是可以和 PPI 一起吃的。下一支影片我们再谈非药物治疗啦，因为胃食道逆流呢是要配合非药物治疗才能够发挥比较好的效果。简单来说，胃痛是一个症状啊，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肠胃系统有问题，叫我们去注意。
胃食道逆流呢，是食道跟胃部的那个喷门那个接口处的肌肉它已经松了，该关的时候它关不起来，造成胃里面的内容物往上挤，所以就会形成火烧心、咳嗽、喉咙卡卡的症状。躺平的时候呢，这种症状会更严重。胃食道逆流的成因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和老化、食道上气和肥胖有关。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物呢，包括抗酸剂 antacid， 然后 alginate 这种保胃的 acid suppressive therapy， 我这边只提到了 PPI 制酸剂。如果你胃痛的情况一直持续，然后可能吃一点点就饱了，暴瘦或者大便有血，有这些症状的话，就要马上去看医生，来排除胃癌的可能性。我是绿塞米亚技师，我们下次见，拜。请大家多多按赞这支影片，并关注我的 social media， 还有记得领取描述栏里面的电子书哦。